最近1年以来，各大房地产债务创历史新高，恒大负债 1.95 万亿，碧桂园负债 1.72 万亿，万科负债 1.52 万亿，绿地负债 1.24 万亿。不仅是负债高，各大房企纷纷爆雷，最近绿地连5亿美元的美元债都还不起。可问题是，绿地总共可是欠了上万亿的债务啊！郑州2021年烂尾楼占比达到 29%， 平均每4套房子就有1套烂尾，连人才引进的楼房都烂尾了。作为人才引进的清华北大的博士硕士们都维权无门。说到这里，很多人都会疑问，房地产泡沫到底有多大？为了回答这个问题，博主查阅了各种文献资料，对比了日本90年代经济泡沫顶峰时的房地产数据，结果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根据日本金融研究所调研的数据，2021年中国房价收入比远远超过日本90年代泡沫最大的时期，其中深圳是 57.9 倍，北京是 55.8 倍，上海是 45.5 倍。而处在日本经济泡沫和房地产泡沫顶峰最高点的90年代的东京的房价收入比是 18.36 倍。由于数据过于离谱，当我看到这个数据的时候，我是难以相信的。不会吧，不会吧，这他喵的一定是日本人在黑我们啊！我又去查找考证了其他资料，根据全球数据调查网站 Numbeo 的数据显示，中国全国的房价收入比为 29%， 其中北京市是 53%， 深圳是 43%， 上海是 42%。不会吧，不会吧！这里介绍一下 Numbeo 网站，这是一个由塞尔维亚软件工程师马顿·亚当莫维奇在塞尔维亚创立的排名网站，主要针对世界各国各城市做相关数据评估。这个数据还是很离谱啊！我又查找了国内的数据，找到了诸葛找房数据研究中心根据中国各地统计局的数据计算出来的各地房价收入比，其中深圳 48.1%， 三亚 38.1%， 厦门 31.1%， 北京 30.8%， 上海 30.7%。不会吧，不会吧！看来无论是国外的数据还是我们自己的数据，我们的房价收入比都高得离谱啊！这里我再仔细介绍一下房价收入比的定义。所谓房价收入比，是指住房价格与城市居民家庭年收入之比。国际上通用的房价收入比的计算方式是以住宅套价的中值除以家庭年收入的中值。家庭年收入则是指全部家庭成员的年度税前收入，通常包括夫妇2人。家庭年收入同样取中值。在发达国家，统计家庭年收入只要看纳税记录就很清楚，但在中国情况要复杂得多。统计口径的不同会导致计算的结果也不同。由于我国家庭年收入没有准确数据，本着严谨的态度，也为了验证以上各大机构的数据是否正确，博主以一户100平2个工薪阶层的收入作为家庭收入来计算深圳市的房价收入比。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深圳市2020年平均房价为 56,844 元每平米，人均可支配收入为 64,877 元，计算得出深圳市2020年房价收入比为 43.8%。 注意这里没有考虑公摊面积，如果除去我国特有的公摊面积，按 80% 得房率计算，那就是 43.8 除以 0.8 等于 54.8。 考虑到我国有2亿灵活就业人员，实际的收入比统计数据可能还要低一点，也就是说实际的房价收入比还要更大。不过无论怎么计算，这些一线城市的房价收入比都在40-50左右。不会吧，不会吧！这到底是有多离谱呢？根据世界银行专家哈默的研究，房价收入比在3至6倍之间为合理区间，如考虑住房贷款因素，住房消费占居民收入的比重应低于 30%。世界银行提出，发达国家正常的房价收入比一般在 1.8 至 5.5 之间，而发展中国家合理的房价收入比则在3至6之间，比值越大，说明居民家庭对住房的支付能力越低。美国1975年到2005年之间，房价收入比逐步从3上升到约 4.7， 其中1979年到2001年之间，房价收入比一直在 3.5 到 4.0 之间波动。2001年之后，随着美联储执行过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房价的上升速度明显快于收入上升速度和租金上升速度，使得房价收入比最高达到5左右。随后发生次贷危机，房地产泡沫破裂。而我国现在全国平均房价收入比是 29%， 一线城市的房价收入比是40-50左右。日本房地产泡沫顶峰的90年代的东京是 18.3%。不会吧，不会吧！
您去日本试试去，看到多大岁数的时候您才交完啊？既然白岩松问了，我就去查了下。根据日本房地产调查公司东京钢梯的资料，2020年日本新建住宅均价是居民平均年收入的 8.41 倍，房价收入比最高的是东京都，达到 13.4 倍。不会吧？不会吧？下面是日本47个地区的房价，大家感受一下。我爱你中国，我爱你中国。想必看到这里，大家知道为什么现在房价涨不上去了。根据国家统计局最新数据，2022年1到5月份，商品房销售面积50738万平方米，同比下降 23.6%， 其中住宅销售面积下降 28.1%， 商品房销售额48337亿元，下降 31.5%， 其中住宅销售额下降 34.5%。5月末，商品房待售面积55433万平方米，同比增长 8.6%， 其中住宅待售面积增长 15.0%。就在这样恶劣的情况下，某些专家还跑出来说我们的房地产没有泡沫，怂恿底层人民用6个钱包去付首付，我都不知道说啥好了。就让我们来欣赏一下专家们的专业评论吧。大泡沫，现在房地产市场有大泡沫，这些年来，我们每年其实大中城市这个房价，每年增长1%啊，0.几啊，1.几啊。与此同时呢，我们城市居民的收入每年增长5%。因此呢，现在就不是再去出台政策去压泡沫的问题，它没有那么大泡沫，就需要解决一些结构性的问题和一些局部企业的问题。你们夫妻2个的上边的6个钱包都起作用的话，你的父母一个钱包，你的爷爷奶奶一个钱包，你的姥姥姥爷一个钱包，你的爱人的爷爷奶奶、姥爷姥爷和父母在6个钱包都一块的话，能够给你为付首付的话，那我说你还是买房好，对不对？你买房就什么呢？等于你每月也交一笔钱，但是交20年，你这房子归你了。这里我还要给大家介绍下，这个樊纲可不是什么野路子专家。那么樊纲是何许人也？听我慢慢说。经济学博士，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现任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中国改革研究基金会理事长，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院长，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房地产到底有没有泡沫？我想看了这个视频的人心里都有数。这里我着重说一下6个钱包付首付的事。我先下个结论，无论你是不是刚需，如果你需要掏空6个钱包才能付得起首付，那你绝对不要买房。首先，我们还是发展中国家，各种保障体系还不完善，能领到养老金的人是少数，能靠养老金养老的人又是少数人中的少数，绝大部分人还是靠自己的积蓄和儿女来养老。我们的社保基金是非常紧张的，以后延长退休年龄是必然的事。樊纲教授的6个钱包理论中，男方女方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加起来是12个人啊，2个小夫妻掏空12个人的养老钱和棺材本去付首付，以后的30年还要还高额房贷，还要给12个人养老，还要生小孩。我想但凡有点常识的人都能看出来，你买了这房以后的生活压力有多大。一些年轻的朋友说不生小孩了，你还别说，从2016年涨价去库存开始到2021年5年的时间里，中国的人口出生量腰斩，创造了人类历史的奇迹。由于篇幅原因人口崩溃的问题，我在下一个视频里再详细解释。但可以肯定的是，掏空12个长辈的养老钱去付首付，会绝对是一条不归路，会让你的下半生雪上加霜。很多专家的话听听就行了，不能真信，真按专家的建议走，你会被坑得头破血流。不是因为专家的水平不行，是因为专家本身就是既得利益者的一份子，所以经常会说一些自己都不信的胡话。大家一定要记住一点，专家并不会为自己的言论负责任，他就这么一说而已。真信了，所有的后果是由你自己承担，而不是专家。最后放首歌，缓解一下压抑的心情，希望以后大家都能买得起房，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